我的英文名字是 Rebecca， 我的中文名字是贝佳。我是美国人，我在芝加哥长大的，但是我到上海来之前，我住在旧金山。我小的时候，我的家里面我们也说一点中文，但是我爸爸妈妈是杭州人，所以其实我小的时候，我们可能家里面说80%是英文，然后20%是杭州话，所以我学的这个普通话其实不是很认真的，所以我就是这次很想就是好一点学这个普通话。我现在在 LTL， 我每个星期有20个小时1对1的课，我觉得这种课很有意思，因为我的汉语水平是有一点奇怪。我开始的时候，我的杭州话还可以，我的普通话还可以，但是基本上都是口语。我这种汉字其实认识的不多，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上课跟另外的学生上课的话，就是有一点难，可能因为每个人的水平可能不一样的。现在我就每次跟老师1对1上课的话，我们可以聊天，他们可以就是回答我的问题。如果我对一个问题很感兴趣，我们也可以停一下，然后再聊天一会儿。所以我觉得这种课很有意思的，特别如果你的水平已经有一点了，就是你汉语会说，但是你可能觉得你有什么特别的方面的汉语你还不是很好的话，你就可以跟这种老师每天就是问他们这种很具体的问题。我有2个老师，我对他们2个都很喜欢，2个人的能力都很好。我2个老师的年龄跟我离得很近，所以我觉得我们聊天的这种问题都是可以像老师学生，但是也可以像这种朋友聊天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更有意思。在我的课里面，我2个老师，他们2个人都知道我原来就是学的就是杭州话，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可能我忘了一个字，或者我普通话不知道怎么说，所以我一般就跟他们说，我知道杭州话里面是这么样说的，然后他们一般马上就会知道了，哦，你在说的是这个话，所以我们再会学就是普通话这种音怎么讲呢？然后我们学这个字怎么写的，所以我们就马上可以在聊天的时候，马上可以就是看到哪种字我不知道，然后我们可以学的。我觉得在 LTL 我的汉语水平进步了很大，因为每天要上4个小时的课，肯定要进步的。然后我觉得住在上海里，就是你在课里面你学到的这种字，你到学校外面你肯定也会用的，所以就是每天在学校里面，在学校外面专门在练习的。一个方面肯定是这种汉字，因为我原来开始的时候，我可能认识的可能200个汉字呢，现在可能1000多了。在课里面也学的，然后我自己在手机上有一个 APP， 我自己也每天可能1个小时自己也要学的，所以这个很有用的。然后每次可能我自己学的一个字，我到课里面我们在读这种书里面，我就马上可以认出来了，就这个昨天学了这个字，就好像觉得自己很开心，就是真的学好了。第2个方面可能是这种讲汉语的自信。原来好像就觉得，如果我这个字不知道，或者我说错了，我就觉得好像很不好意思。但是如果你住在中国的话，你肯定要讲中文的。但是如果你的水平不是很好，你肯定也有错误的，然后你就开始学了，就是另外人他们也不会
说你错了，他们肯定会要帮你，他们觉得你自己在学汉语也是一个好的事情，所以大家好像都会帮你忙的。我觉得 LTL 的活动是很好玩的，每个星期可能有3个到5个活动。我参加了很多这种活动，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大家去KTV 去唱歌，这个也很好玩了。我也觉得就是这种中国的特色的活动，所以这种学生都觉得很感兴趣。我们每个星期一起会去吃晚饭，就是去试这种新的饭馆、新的餐厅。我很喜欢上海的城市，我觉得很大，有很多好玩的地方。然后我见到这种上海人，我就觉得他们是很好的人。如果我在马路上我走丢了，他们也会帮我忙。如果我有这种问题，一般的人他们都会帮我的，所以我觉得这种上海人也是很好的人。我这次到上海来，我最想要的就是一个日常生活，因为我原来每次来好像都是去旅游就觉得不知道上海真的是怎么样的，所以这次我觉得我每天上课，我有我自己的公寓，我也开始就是见各式各样的人。我现在有这种上海人的朋友，我就觉得我这次真的是成功了。如果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可能是中国人，但是他也要就是提高他的汉语水平，我肯定会推荐他到中国来去上课，因为我觉得真的是这种课，如果你上课的话有最大的进步，因为你有这种老师，这种另外的学生都可以帮你学这种汉语。所以你肯定你自己脑子里面你也觉得，我真的需要认真的学习。